我们看到的这只特别蔫的小猫叫做小黄，它呢是前2天抽搐过一次，之后就不怎么吃饭了。就诊当天早上发现它摇头晃脑的，叫它也不理，然后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它今年14岁了，它一直有糖尿病，它没有在家养，是在宠物店寄养，然后宠物店给它去测血糖和打胰岛素。其实它刚来的时候比我们看到的时候还更差一些，它完全抬不起头，没有办法站起来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意识。因为它有糖尿病的病史嘛，所以我们就赶紧先给它测了一个急诊血气，然后里边也包含血糖，这个就是他当时血气的结果，他血糖已经小于20，低到测不出来了，然后血钾也很低。那刻不容缓，我们赶紧静脉给他推了葡萄糖，他还低血钾，所以我们又赶紧给他输上液补血钾，同时纠正他的脱水，同时他体温还很低，我们还积极给他保温。在他体温好转，而且我们给他频繁监测血糖，血糖也在处于正常范围的时候，他的状态就好一些了。他状态好一些之后呢，我们就给他做了进一步的检查。他其他的血检结果呢，其实生化都还挺好的，就是血常规我们能看到炎症有一些高，然后他的果糖胺比较高，提示的话就是他最近2周之内的血糖都还是比较高的。超声的我们能看到他肝脏的右叶有一个团块一样的病变，那大概呢是3.05乘以3.17乘以2.26厘米大小。那这个团块呢，其实它之前就一直都有，但是这次比上次变大了，而且还压迫了幽门的流出道，所以它这次的食欲不好，包括它低血糖，可能都跟肝脏的这个肿物有关系。它前2天抽搐，也可能当时就出现过低血糖。那它低血糖除了跟肝脏肿物有关系之外，也有可能是它注射胰岛素过量导致的。那它的那个肝脏肿物要进一步检查的话，就需要进行 CT 扫查以及造影增强，同时需要对肝脏进行穿刺，另外的话还需要开腹对团块进行取样去做组织病理。但是这些操作的话都得是在全身麻醉的状态下进行，那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还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先纠正他的体况，之后再考虑进一步检查。那我们给他纠正低血钾、纠正脱水、保温，以及鼓励他进食、监测血糖以及注射胰岛素的治疗。经过治疗的话，他的脱水改善了很多，而且他的血钾也已经正常了。那他的体重也稳定了很多，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根本站不起来的状态，现在的话就已经开始跟人玩，还主动求摸摸，精神很不错。那他自己呢，喝水也还喝得挺好的。那在大家的各种安抚之下，也愿意吃一些罐头。虽然说有点挑食，但是能主动进食，毕竟是一件好的事情。关于他肝脏肿瘤的事情，因为主任考虑到他年纪比较大，而且还要全身麻醉，所以主任就放弃进一步检查。那他现在的话，精神头、体征、饮食欲都挺好的，所以主任就把他接回家继续管理血糖。那目前的话，小黄在家血糖也比较稳定。那关于小黄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希望小黄有一个快乐幸福的余生。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就讲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进行提问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